魔方大比例混天豹的新成员旋风，那样板给你们搞过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放大了以后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是合体的胸甲部分，这一块的结构有改，原先的肩膀这一块的关节还挺多的，放大了以后呢，竟然把这一块全部做成了一体的，也就是这个肩膀支撑的稳定性会更强一些。脑袋。这个面罩可以拆下来，可以看到里边预留了这个大的孔槽。将来以后如果有这种动手能力的小伙伴，也可以塞一个发光的模组进去啊，可以让眼灯亮起来。头雕的造型改的也是比原先小比例的版本更加接近于动画片里边的形象。主要我们还是来看旋风的主体吧。首先，整体的一个身形跟原先的结构差不太多啊，小比例放大了以后增加了一些盖板。最主要的改动内容，胯部这里变成了齿轮关节，前踢。扩开的轴可以踢到非常高的幅度。首先，小腿的这一块可以看到会非常的平整了，整个圆润的一圈包裹下来。这一块腿肚子内侧也并没有太多的透胶空洞啊，盖的地方都是盖的挺严实的，而且边缘原先这里高出来的这一节，整个的摊平掉了，所以这一块的夹角也做了这种圆润的倒角过渡。腿肚子后方这一回专门做了一个翻板。来做成腿肚子后方这个黑色的还原原色的处理，然后这个有点意思啊，毕竟放大了嘛，板件就可以做出来更多的分件了。手改成了全指可动，整体的一个配色效果，我个人感觉比小比例的那个要发深一点啊，毕竟它这一回并不是纯尼龙做成的，在一些连接的位置和关键的地方做了尼龙的零件，然后在主体的面板上面用了 ABS 来处理，然后上了漆。这个质感看起来也漂亮了很多。还有一个改动点是背后这一块的背包不会露出来后方的那一块小螺旋桨了，可以折叠收纳到背包里面去。头雕依旧很漂亮，还原度非常的不错，该有的关节这些地方也都是有的。旋转腰部这回也是齿轮定位，弯腰，大腿根部旋转，侧踢这里也是齿轮关节。膝盖这里也做了一段齿轮的定位，活动幅度还是很大的。所以整体来说，放大了以后，在人形的包裹完整性上面，还有对于颜色上面的一些处理，这回都是有做了提升的。那也是来变形一下，看一看变形结构改动的地方在哪。首先第一步翻到背面来，先把臂炮这块的扣子卸开，整个把它摘下来，先卸后边的这半个。再卸这个会轻松一些。在收纳手臂的时候啊，记得把胳膊肘下方的这段关节折90度，这里是双关节啊，曲臂的幅度很大的。但是只有把这里折到90度，让这一块的进气孔面对齐了，胳膊再打开，这里才不会干涉到啊。然后旋转这一块胳膊和后边的位置。原先小比例的时候，这一块也是旋转的啊，大比例把这一步省略掉了，这块不用转了，直接合回去。另一边也是，下边的这段轴先折到90度，再打开。当你旋转这个轴的时候，注意它这边是有一个锁点的，所以呢也是让开，从这一边转，这个手才不会阻挡到。折上去，然后再根据下边的这段关节折叠，里边有连接的插位。把小臂和肩膀锁定，挂在一起。手臂收纳好，我们来处理腿部吧。这一套的设计呢，依旧和小比例一样，膝盖的位置是双段关节，我们要搓一下这个齿轮，让这一块的缝隙错上去。对比一下，现在是朝下的，搓一下，把它顶起来，然后掀开里面的盖板，这些地方。有边缘留着的指甲缝儿，把这2块板子张开。脚踝活动的关节在这里，我们先打开脚踝，然后拖出这一块的燕尾锁，脚尖旋转180度，把这一块盖子里边的插口全部打开。根部这里设计了一个双段的抽拉关节，把它拉出来，旋转个180度。边缘的那一条，它现在藏在了这里边。把它折叠放出来，旋转过来，根据这边的燕尾锁再
挂住边儿，拼起来。也是为了让腿部更薄，它把这一片打薄了，折叠在这里边了。外侧掀开后，转到腿正面的这块板子，拉起来，拆开两边的卡扣，这个板子折叠回去，双关节叠起来，里边也有卡扣的嵌合，贴起来。哎，腾开了这些空间以后，我们就可以顶一下这片板，再把它打开，对折锁下来。侧面这里会有一个卡扣。和大腿内侧这里还有一个结合点，把这里插住。前提是你的膝盖双段关节先错开了以后，这个扣子就能对准了。再下面脚踝的变形，把这一块打开，前后这里也有插扣的连接，打出来，整个的掰开，脚尖窝进去。这一块和小比例的变形是一样的，把机头叠出来，然后旋转下来，这上方有一个插扣。把它结合，再翻到腿背面这块黑色的盖板对折的地方打开，变成蓝色。接着旋转180度，在根部这里有一个伸缩的滑道，把它推过来让一下，再顶到前面去，让这块面板拼整齐。侧面的这块独孔的三角板折叠到里边，这个脚后跟放下来，再根据这里边的双段关节搓一下。把这里缩短，顶进去，机头里边现在就填得满满当当的了。然后是这一回大比例版本改动的一个点啊，从裆部下方这里翻出来一个工字的插口，对应这个槽，把腿部夹上去它，相当于锁定了胯部的一个活动轴。外侧的这一片盖子，再根据双段关节往后搓。对应里边所有的扣点结合，把它都锁上。全部连接到位，这半个机头我们就变好了。另一条腿也全部变形完成。最重要是记得裆部的那个 T 字挂扣，我们把它都结合住，咬好了。这个时候掏出来大枪，枪管揪出来。分一半，侧面这里有一个插头，对应这一条腿里边扣上去，就可以把双腿所有的卡扣全部夹合，锁上。背包这里整个的拉开中间锁着的点，把这里解锁开以后，就可以看到它后边的这一块原先支棱出来的螺旋桨是叠放在里面的，把它叠出来。肩膀头这里有一个插扣，把这里拉起来，前方胸甲中间提起来一袋，整个的拉开。好，我们把它提上去，在腹部左右两侧有插扣，把这里解锁开，打松，就可以把里边的尾部整个的延展拉长，它是卷在里面的。在结合的时候又有改动的点，我们先把这一块的双关节往开扩一扩，延展宽，把这一块的腰部合上去。翻到里边来看，这里有一个浅灰色的零件，把它滑动到下方，这里算是一个插销，把它锁上以后，腰部这里就不会动了，折不下来了。胸甲侧面这里的扣子，原先人形是插下面，飞机形态插上面。相当于把它变成了一个斜的八字形，再把侧面这里的燕尾锁扣上，然后吧，原先在小比例版本的时候啊，后半个枪身的位置，它折叠起来是能装到这里边的，有一个连接的插扣。但是放大的这个版本，我并没有找到它连接的位点啊。其实它在枪身上面是有做的，翻下来这个握把这里会出现一个凸点，但我没找到孔在哪里。所以呢，小比例原先是能插结实的，这里边的空间是完全够用的，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吧。接着下边的这个脑袋和胳膊的部分啊，把这两根胸带儿和肩膀带儿吧，不管是什么，往下折叠。原先这里是一段关节，大比例改成了两段，再往上收，旋转收纳，把这胳膊找一找位置，挪过来。然后脑袋这里旋转个180度，
再一个90度折叠，让这头顶朝着机腹部。这一块前方的盖子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先 Z 字折叠，扣在上面，把这里边的扣眼都对齐。侧面这里有一个大的锁扣啊，锁这个窗户。前方这里环环相扣的咬合。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脖子这一片塞进去了。塞进去的同时，侧面这里会有一个 T 字的插口，在这一块的根部这里有一个夹槽，一条胳膊一条胳膊的往上插，两边左右夹住，然后中间2条胳膊也有插扣进行连接，锁上。后边这里的2块旋转下来，翻个180度，放在这儿。哎，这个时候就可以先把这一片回归，记得边缘的这个板子要打开，下边这里缩进去半个啊，我们把它90度翻下来，顺着里边所有的扣眼都夹合上，尾部这里把这水平的尾翼都打出来，根部最后一段有抽拉的滑道，把它压下去。锁上面的这2片的时候，先压这边，根部这里有燕尾锁，再压另一侧，尾翼折起来，螺旋桨打开，并且这一次后方这里还做了一个小的轮子起落架，刚才从手臂上摘下来的臂炮插在这个洞里。最后把螺旋桨根部拔高，这里边有一个抽拉的伸缩滑道，拉长了以后它才能很顺利的转动。再把里边的扣子拆开，螺旋桨延长，这些都是尼龙的材质，韧性很强。旋风的战斗直升机形态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可以看到完整性还是非常的不错的。相较于小比例的版本来说，收纳的位置有了一些新的设计啊，在改动方面也是更加注重了人形的一个还原度。但是吧，要说目前样板的问题呢，螺旋桨拉长了之后啊，其实你如果正常跟这么转的话，一开始还挺溜的，但是转到了最后就会来回的晃悠。绊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转速够快时，它有离心力，会把它伸开。但是当转速降下来的时候，为了螺旋桨转动灵活，中间的这个轴打得很松，所以它才会左右的晃荡。后面的这个螺旋桨转的倒是挺溜的。底盘来看，包裹的完整性也还不错吧，而且这里有一个合体的盖子，我们可以双关节把它打开，也可以象征性的。像是那种运输货物啊，开始往下空投。模具的精度还是挺高的，整个的这一块其实变形结构挺复杂，但是合缝合得非常的细，整体的效果也很好。其实啊，要说魔方的这一套，在小比例的时代啊，就被人评为单体无敌，但合体嘛，毕竟最后还是要看配件的，所以有一些作弊，也是为了保证可动。包括美型啦，5个成员的单体的比例啦，这些东西啊，考虑的比较复杂。所以呢，我还是那个观点，如果它单纯的是一个可变形的直升飞机机器人的话，那它绝对是非常棒的。而且旋风这个角色，不论是直升机形态还是人形，还原度、配色，包括一些不合理的颜色 bug， 在大比例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修正，甚至腿部的一些边缘夹角，这回也都能考虑在内，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可惜呀，这个作弊的合体模式用了太多的配件，不过现在也算是一个50公分的主流嘛，我们也是来变一下它的合体过程。首先把这些螺旋桨的4个叶片都对折进去，接着把这个轴顺着压短，后边的4片折成2片放下来。拆卸的过程也是要从这一侧先打开，卸开里边的燕尾锁，再把它们左右都分开。尾翼和小比例最大的不同，它分了2段的折叠啊。我们把这个尖儿对折一下，窝到里面去，注意倒角的位置，放下来。另外的一侧也是小起落架收起来。把这倒角折进去以后，其实还是有卡的地方的，这个还是摘掉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完全的大拆一遍啊。
也是中间主要阻挡的位置很多。先拆胳膊这2块，中间夹合的这个锁点给它卸松，拉出来，枪就倒出来了。然后再拆顶盖的这一块，环环相扣的地方解锁，再拆侧面这里2个燕尾锁的挂钩打松。主要目的还是来拆这2条腿结合的地方打开。变形的第一步，外侧的这一片整个的掀开，通过里边的双段关节把它拉出来，旋转个180度。记得把这个边缘收一下，拆开这里边的燕尾锁，旋转对折，放到这一侧来，然后顶子的这一片抽出来，翻折，打开脚后跟，翻出里边的这个挡肉片，以这一条弧线拼齐为变形到位。再拆开这一块的卡扣，机头往上折叠，侧面这里和机头前方有一个插槽，跟这里顶住。其实在腿部结合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锁钩，我们一定要把它锁到底。现在就可以把外侧的这片腿板折叠，插扣顶回来，填满这一片挡肉的三角区放进去。另外的这条腿依旧注意大腿上边这个位置的挂钩，在双关节折叠回来的时候，不论是飞机形态还是合体形态，都要把它挂住，咬死了，这样结合起来会更稳定。再把侧面的这一片插满。还有就是腿中间的这一块工字口，新设计的这个主要是为了锁死腿部的关节，把它全部的咬合上。蓝色的这个面也是为了符合小臂时候的一个形态。上面的盖子就可以扣合回来，接着再回归头部这一块和胳膊左右对插，记得把这里边的工字口夹在一起，锁上。后边的这一片呢，我们就左右展开，下方这里会有一个锁扣，对应这一块引擎下方有一个插合点，把它扣进去。接着这2块扣子结合，90度折叠过来锁上。那么旋风的这条手臂模式我们就变形完成了。这块板子不用折叠，下方这里嘛，最后合体大手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一个遮羞板 L 型的连接过来插上去。目前我变的是记忆动画的一个造型上边的这里是2片缩短的后边尾翼的部分。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并起来，还原成飞机形态的那一根，向其他造型去致敬了。最后，我们把合体的关节口打开，在结合的时候需要解锁开背板，然后打开侧面这一块的帮子，通过这里边的滑槽把它嵌进去，再重新的锁定一遍。结合上去以后，因为环环相扣的这种锁定方式嘛，挂的还是挺稳定的。最后我们也是来总结一下吧。先行玩到的这款样板上面，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这一次的旋风在放大了以后，改进了挺多的地方。最主要的也是在美型上边，小比例上一些细小的结构无法实现出来的地方，放大了以后，更多的零件分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把腿型修得更加完美，背包收纳的也是更加漂亮了。在原本完成度就很高的小比例旋风之上，又增加了一些细节来更加美化它的一些还原度。其实，在之前的几个成员上面，也能把这些改动做得很好。那我们也是等着最后一款爆炸出来，把这一套大比例的混天豹组合起来，再看看效果如何吧。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